大家好，正片开始之前呢，先回答一下观众朋友遇到的问题。眼前这是黄姜，种植在比较高又深的位置。由于采收不完，除了已经往上长到土表呢，也又重新开始长出枝叶了。家庭种植的方式可以边种植边挖掘，而土壤就是黄姜最好的冰箱啊！只要继续覆土，还会越长越多啊。姜是老的辣哈，想要让姜味更重更辣呢，则可以种成老姜。接下来，丝瓜自行育苗也是观众朋友遇到的问题啊。由于家里丝瓜不是个人的责任归属啊，现在提取种子的过程呢，就是简单敲一敲菜瓜布，让种子掉落出来而已啊，并未事先特别进行留种。种子越大颗，没有冰的话，发芽的机会还是很高啊。依照以往的经验，丝瓜在过年后就会进行种植啊。但是丝瓜是很需要日照的作物啦。近日小雨绵绵，缺乏日照呢，正常应该进入采收期的丝瓜，收成的数量也会比较少啊。不过气候的变化，这么晚才种植，也未必是坏事啊。至少要采收菜瓜布的时间可以短一点啊。由于丝瓜的种子比较大颗啊，为了加速发芽与提高育苗的成功率，可以先行泡水几个小时，再进行播种。由于日照不高，又时常绵绵小雨啊，所以只依照一般播种法则，直接将种子尖尖的朝下，在比较疏松的土壤上进行播种。只是时常下雨的结果，虽然已经顺利发芽，短暂强降雨的效应却让种子育苗的位置产生相当的位移啊。这位置整理好之后，多了几块瓦片啊，就先充当育苗槽。内部除了丝瓜苗，还有紫薇白菜与万寿菊啊。紫薇白菜吃过的回馈是说非常好吃啊。下方已经有长比较大的紫薇小白菜。没有种植很密集的原因，是因为时常下雨，方便对湿黏土壤做松土的动作。由于地下水位下陷严重导致的困扰，后院无法浇种水的叶菜类就没有进驻了。时常下雨的缘故，后院因为有铺设砖头走道，却反而是方便整理环境的重点。若不是有缺水的问题，后院的土壤其实有机质拉得非常高啊，作物生长的速度会快上许多。种植之前，先来分享一下墙外的特殊菜园景象。这菜园外围都已经种满了，远远看会以为是满满的作物了，结果内部的叶菜类却只有种植大陆妹啊。菜床上的土壤也都被雨水冲刷留下走道，而非常厉害的是，菜园里的杂草在雨水期竟然可以清理得这么干净。在雨水期期间，前后院在比较高的位置呢，青葱几乎是随处可见啊。会种植这么多的原因是怕遇到台风时，很多人会买不下手啊。雨水期青葱种植得依据地势与土壤特性决定种植深度啊。青葱是很怕积水的作物啊，而这土壤深度超过40公分，青葱随便种都可以活啊。采用一贯性作业，先在外围挖出沟槽，并将土壤往内拨，这样移植的速度会快上许多。先在四周围种植青葱篱笆，试图来避免蝸牛的入侵啊。但是断断续续的下雨呢，环境还没清理完，要克服蝸牛的问题，老实说并不简单啊。很多人觉得蝸牛爬很慢，
事实上并非如此啊。用身体比例而言，它很快就可以爬过自己的身长了。反正就让老天来决定是否要提早进入改造这里环境的规划。毕竟这里已经好久没有进行变动了，这意味着这区块地在种植上没有进步了。没有进步，就没有往更轻松种植的目标前进。此处的土壤有机质含量非常高，甚至应该有超过20%。有机质高的好处，就算土壤是湿的，也容易维持疏松状。而可以维持疏松状的另一个原因呢，是这巢内已经有办法自行产生大量的天然隐分土啊。这种疏松保湿的土壤用来育苗效率会非常好。接下来这才是主要尝试种植的丝瓜与紫薇小白菜。这两种作物在幼苗时有一个共同的天敌，就是蝸牛。如果持续断断续续下雨呢，家庭种植不使用杀蝸牛药的话，这么小就进行移植，成功率会非常低啊。反正很有看天吃菜的感觉啊。而这种连续的降雨却是小白菜种植的一个契机啊。小白菜种植有一个很大的困扰，就是土里的跳虫，而连续降雨却很有杀死跳虫的效果啊。因为幼苗还小，不一定得将不好分离的幼苗分开啊。种植密一点，有互相遮掩，让菜叶更为细嫩啊。而小白菜若是让它长大，一株就可以有很多的菜叶。最后这样的间距呢，已经算是非常密啊，可以非常细嫩的。但是前提是要躲过蝸牛啊，因为这算是依据天气变化做事啊。一移植完呢，马上又下了短暂小雨哈，不然等幼苗再长大一点，有个10公分会更为理想。至于另一株才准备长出针叶的丝瓜苗呢，为了方便省事，就跟剩下的小白菜苗移植到灯笼果旁。为了方便整理，灯笼果进行了大步修剪，才经过一季主干已经长得这么粗啊。一旁的灯笼果有的还正在开花。丝瓜苗若是顺利爬上棚架的话，也有提供降低日照高温的效果。谢谢收看。